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合理质疑，颠覆历史。大家好，我是陈启鹏，今天又来帮各位颠覆历史了。那今天要颠覆的主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大明国师刘伯温。我们民间流传两句话说：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那说的就是两个人传奇的故事，没有错。在中国历史上，这两个人堪称是最神机妙算的人物。关于他们的传说数不胜数。那先前我们在讲到诸葛亮的时候，还有提到说刘伯温不满两个人并列，还特别想尽办法去找到诸葛亮的墓。好不容易找到了哦，结果打开棺木一看，里头没有诸葛亮的遗骨，里头只有一个石碑，上面写了5个字：只有伯温到。让刘伯温对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是甘拜下风。那这当然是后世好事者编出来的，但是由这个民间传说也可以看得出，刘伯温在民间的心目中真的是直追诸葛亮。而事实上，我们翻开明史对于刘伯温、刘基的记载，可以发现说他自小确实就是聪颖过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2行这边，他的老师有特别对他的父亲讲说：君主德厚，此子必大军之门矣。意思就是说，刘伯温能够光耀门楣。而且呢，据说在相关史料里面也提到说，刘伯温可以7行俱下。意思就是说，他打开书页一次可以看7行的字，哇！你看这等阅读的能力是不是高过于人呢？而且他不只是阅读的速度惊人，他还有所谓过目不忘的能力。那据说他15岁的时候进入俊祥，俊祥就是府学的意思。那他的老师教《春秋》，那《春秋》我们知道是孔子的著作，非常的艰涩难懂。那据说刘伯温看了2遍之后，可以完全默出来，而且还能够任凭自己的意思来解读，发前人之所未发。那他的老师听的是啧啧称奇，那认为说刘伯温应该以前早就学过了吧，还特别随机翻几页，点几段让他自己解看。哪知道刘伯温都可以侃侃而谈，自行做自己的解读，那这不由得让他的老师称他为奇才或者是神童。而他这样过目不忘的能力，在民间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传说，说刘伯温年少时曾经到元朝大都首都去，一家书店翻书，就看到一本天文书，很有兴趣，他翻着翻着就把它全部看完，也顺便背起来了。那书店老板看他如此厉害，就说：“哎呀，既然你都背起来，我干脆就送你好了。”结果刘伯温告诉他说：“我都已经背完了，要此书何用？”哇，各位，你看这个过目不忘是不是相当的令人惊讶呢？而这样的一个过目不忘的本事，后来还跟他神机妙算的神通很有关系。怎么说呢？据说他曾经有一次在山壁那边打坐，结果打坐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排字，那上头写了“三位机开”。这个刘基就是他的名字啊！三位机开，意思是说我到前面去，山壁就会为我打开吗？所以他就很好奇，趋向前去。结果他走到这个山壁之前，门居然就打开了哦。那他走进这个隧道里面，进去到一个密室。那这个密室的中间有一个道士躺在那边。他指了一本书，然后刘伯温就过去把那本书拿起来看，原来是一本兵书。此时这个道士对他说：“如果你能够在明天之前把这本书全部背出来，我就把我所有卜算的本事交给你。”问题是过目不忘就是刘伯温最拿手的本事啊，所以刘伯温轻易达成了这个道士的要求。后来这个道士就把他所有神机妙算的本事交给刘伯温，结果刘伯温一点就通哦。后来就成为前知500年。
后知500年的神人。那这个故事是民间传说，说起来很荒谬，对不对？但是确实，刘伯温在民间有未卜先知的本事，而且展现在3方面哦。好，那我们要问哪3方面？好，那第一个就是对战场上的危险未卜先知。怎么说呢？根据《明史》记载，那明太祖朱元璋曾经亲自驰援安丰，那当时刘伯温阻止了他，说：“如果你去驰援安丰的话，很可能被陈友谅有机可乘来攻打。”那朱元璋不听，结果不听之后，后来果然陈友谅就发兵来围攻洪都。那当时朱元璋听了，后悔的说：“哎呀，不听君言，积失计。”意思就是说，我不听你的话，结果差一点就失掉大计。所以随后他就率领大军赶快前往救援洪都，跟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好，这个时候就展现了刘伯温未卜先知的本事了。因为当时明太祖朱元璋坐在胡床上督战，刘基随侍在侧，结果这个刘伯温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大喊“赶快跑”，就换另外一艘船去。结果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刚换好船哦，结果一颗炮弹飞过来砸中原本坐的那一艘船。如果没有刘伯温示警的话，朱元璋早就被砸中，就葬身在湖底了。所以这件事情也就后来成为刘伯温对战场上的危险未卜先知的经典案例。好，那除此之外，第二点就是说，刘伯温对于战争的趋势也能够未卜先知啊。怎么说呢？同样是明史之中有记载。那据说陈友谅打下太平之后，当时他势力非常的嚣张，那于是朱元璋手底下的将领，有些人主张应该要投降，有些人主张应该要逃跑。那就在这一群人之中，唯独刘伯温张目不言，就是瞪着眼睛不说话。那朱元璋注意到了，所以就把他请到内室来密谈。那这个时候，刘伯温就愤愤不平地说：“主张投降及逃跑者都应该把他斩了。”好，那当然，朱元璋会问他说：“莫非你有好的计策？”这个时候，刘伯温就讲啦：“只要我们设伏兵，引诱他深入，然后加以伏击之后，就可以打败陈友谅。”那所以后来朱元璋就用刘伯温的计策，果然引诱陈友谅的大军过来，大破陈友谅军，所以后来就重赏了刘伯温。所以由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说，刘伯温确实能够掌握战场的趋势，而且他不仅能够掌握战场趋势，他还可以掌握人的命数发展。怎么说呢？早先在明史里面有记载说，那韩林儿自称是宋朝皇族之后，所以当时起义的群雄都摇奉他为首领。当时的中书省还特别设一个座位，然后大家来摇拜之，就是对他行礼。可是，在所有人都一起拜的过程中，唯独刘伯温不拜。那他说啦，这个韩林儿不过是一个牧童而已，你干嘛把他当作精神领袖去拜他呢？后来还特别因此去见朱元璋，告诉他天命之所在就印在朱元璋之上。如果刘伯温没有未卜先知的本事，怎么知道一介平民的朱元璋是天命之所在呢？所以这件事情也让刘伯温的知人之能以及未卜先知得到了印证。还有第3件未卜先知的本事，就是对500年后大事都能够侃侃而谈。我们都知道说，刘伯温有一本寓言书，叫做《烧饼歌》。那这本《烧饼歌》的由来，还真的蛮神奇的哈。怎么说呢？就是有一次朱元璋在内殿吃烧饼，才吃一口哦，太监就突然回报说，国师刘伯温来觐见。
那当时朱元璋就把这个吃了一口的烧饼用碗盖住，然后把刘伯温召进来，然后问他说：“哎，你来猜猜看，你这里面盖了什么东西呢？”结果刘伯温掐指一算，说了2句话，说办事日夕，办事月，曾被金龙咬一口。那这应该是食物吧？结果打开一看，果然是被咬了一口的烧饼。是不是完全命中呢？那这个时候朱元璋就好奇了。刘伯温，既然你能够预言这里面是什么，那我们大明王朝后面500年会发生什么事？你能不能讲讲看啊？所以后来在2个人一问一答之中，把大明之后的500年运势都讲出来，后来这一番话被记录下来，就编辑成所谓的《烧饼歌》，所以这个《烧饼歌》也就成为很有名的预言书哈。不过有人会觉得说，这个《烧饼歌》应该不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正史并没有记载《烧饼歌》这本书的内容。那而且在重要的2部收集文献的书里面，包括《永乐大典》跟《四库全书》，都没有收录到这个烧饼歌。那因此这本烧饼歌是真的有其书吗？是刘伯温所做的吗？很多人都怀疑，认为应该是民间的江湖术士假托是刘伯温所做。可是尽管是如此的话，对于战场危险的未卜先知，还有对战争趋势的未卜先知，这2点也应该很神吧，也令人觉得够呛了吧？但是呢，有人认为说，这样的一个神机妙算，其实是朱元璋编出来的。怎么说呢？好，我们来看看他的理由哈。那基本上，朱元璋我们都知道说，他原本是一介平民，后来决定打天下之后，那他如何能够让众人信服呢？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告知大家自己是真命天子，是天命之所在。可是要如何让大家来相信呢？那他就想到他过去云游当和尚时的经历，因为这一段期间，他大概花了3年的时间云游四方，那途中一定看过不少招摇撞骗、偷蒙拐骗的方法。那因此呢，后来他决定要征逐天下的时候，一定有想到说，我利用这样的一个神秘的方式来取信众人，最好还能够塑造一个神机妙算的军师来辅佐我，加强我的说服力。这样子，我是真命天子，能够夺得天下的命数，才能够为人所相信。那刘伯温后来去见了朱元璋，2个人可能有谈到此事。那刘伯温很可能也认为这个是有必要的，还配合朱元璋。所以后来朱元璋就把自己大难不死所有的功劳，通通都堆在刘伯温身上。那我为什么会说是刘伯温是朱元璋所编造呢？因为从明史里面的记载，其实你就可以破解了。怎么说呢？如果刘伯温真的能够未卜先知的话，他当然知道他提供的谏言朱元璋是不会听的。那既然朱元璋连听都不听，他只好事先做防范或去转调就好了。怎么会有让朱元璋说不听军言击失计这种东西，对不对？好，再来，如果刘伯温算出在鄱阳湖之战，朱元璋会遭遇到危险，那是不是在一开始开战的时候，他就应该建议朱元璋不要搭上这一艘船？怎么会搭了这艘船，在快要击中被那个炮弹击中之前的几分钟才赶快换船？那你说这不是先让朱元璋身陷危险才救他吗？如果刘伯温真的能够未卜先知，会做到如此的仓促吗？所以其实这个地方也是让人家质疑的地方。所以由这2件事情来看的话，都是事后大难不死之后，后来才会把这些功劳都通通推到那个刘伯温的神机妙算之上啊！各位不知道觉得有没有道理哈？那而且我说
朱元璋会这样子招摇撞骗，也不是只有这件事情，而是在其他事情上，他就曾经这么做过。怎么说呢？我们来讲说，朱元璋为了要让自己能够得到天下，成为真命天子的事迹更为人所信服，他特别亲笔撰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御制祭梦》。那这个《御制祭梦》讲了些什么呢？那说的就是他曾经做了一个梦。梦到道法三清来看他，而且里头的道士还特别给他真人符以及真人剑。那给了他之后，他后来就突然梦醒了，隔年就可以去在南郊登基即位了。意思就是说，就是道法三清把这个天命给他，认为他是真命天子，他才有办法登基即位。那这不就是那个造谣生事，这个招摇撞骗吗？如果现在有人这么讲的话，你一定会觉得一派胡言，这神棍之语，对不对？好，那朱元璋说了，而且朱元璋是当上皇帝才这么说。那你可以说他是真的，也可以说他是假的。但是这个梦呢，谁说了谁算嘛，对不对？谁也不敢质疑皇帝做的梦是假的，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朱元璋为了让自己统治大明的合法性更为人所信服，编了许多的故事，还编出这个梦。这个梦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招摇撞骗之语，不知道各位是否认同？不过讲到这个地方，顺便就要提到说，他在这个御制祭梦之中，因为自认自己有得到天命的传授，所以他自认是奉天法主。那因此后来在圣旨之上都会有2句话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好，那一般我们在历史剧上看到有人宣读圣旨的时候，都会讲到这2句话，而这2句话后来也确实成为太监在宣读时候的定制。不过，历史剧中的断句似乎跟真实的断句方法是不相对的。怎么说呢？我们在历史剧都是看到他把这8个字拆成2句，对不对？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可是实际上的断句不应该这么念，正确念法应该为何呢？正确念法应该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好，为什么？因为朱元璋说，我这个皇帝是奉天承运而来，而我说的话叫做诏曰，所以我的皇帝就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才对，所以各位以后如果看到历史剧念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时候，记得这种念法是错的哦，千万不要人云亦云就对了哈。好，那我们再接下来再看到另外一个跟刘伯温有关的一个故事，叫做8月15杀鞑子。那这个故事后来成为中秋节月饼的由来。那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欺压百姓，非常的残暴无道。那当时百姓苦不堪言，决定起义反抗。可是起义反抗，万一被蒙古人知道了，那可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啊！这么样的大事，该怎么样去秘密传递呢？所以其中有一个聪明人想出一个办法啊，这个办法就是在大家吃的饼里面塞上一张字条，那上头写着“中秋夜杀鞑子，杀义军”。那所以大家在吃饼的时候，就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约定的信号哦。所以大家就真的在中秋夜这一天起义反元，果然顺利赶走蒙古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鞑子就对了哈。好，那不过其中提出这个办法的聪明人是谁呢？据说就是刘伯温。好，那不过这个故事本身由来就非常值得质疑，因为有学者研究过后发现说，这个故事虽然在不少的著作都有提到，像譬如说像是权衡的《根生外史》，还有陶宗仪的《错根录》，以及
叶子旗的草木子。但是这几本书都是私家杂录，它的史料的真实性并不值得取信。那在明清的文献之中，又没有特别提到有这个故事，那因此这个故事到底是否属实，就很令人质疑了。那学者进一步探查之后，发现说，它这个故事的原型应该是来自于元初徐大照的《晋余录》，因为在《晋余录》里面有提到说，苏州那个地方的百姓遭到蒙古人欺压，所以他们愤愤不平之下，决定起义反蒙。那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事迹的记载。不过呢，这本书写好之后，并没有刊行。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刊行呢？到乾隆年间的时候才刊行，所以这个故事最起码要到乾隆年间才被人们所知，而在人们开始流传之后，不断经过加工，一直到清末的时候，就形成所谓的8月15杀鞑子故事的由来。好，那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清末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故事，让它变得完整呢？原因是因为清末志士为了要反抗反清嘛，那所以他们就找民间相关材料，那无意中找到这本书，觉得这本书可以拿来利用，所以他就把这个反蒙的故事再编造说有刘伯温的存在，来去告诉大家说，我们其实可以效法同样的方式来起兵来反抗清朝人的统治。那所以这个故事说要完整而且广为人知的话，最快要到清末的时候才成型，那也因为成型了，以讹传讹，后来传下来就变成我们所熟知的中秋月饼的由来了。所以这个故事8月15杀鞑子，既跟刘伯温无关，也不是刘伯温献计而成，而且它的这个民俗的成型，最快也要到清末。事实上，吃月饼的习俗老早就已经出现了，只是说这个在里头夹字条的故事，要到清末才广为人知，所以跟刘伯温的神机妙算无关。不知道这么一说，是不是也颠覆了大家的认知？那既然讲到了8月15杀鞑子，我们就不由得要顺便讲到另外一个跟刘伯温很有关系的一个传说，就是说鬼月的传说。因为鬼月由来，在民间的网络资料里面有提到说，其实是刘伯温献计而成。因为当时在12月份之中，7月大吉。那据说朱元璋为了要独占这个月份，就叫刘伯温你给我想办法。那刘伯温因此后来就特别传了一句话说：7月是鬼月，天将降祸。那也因为这样的话，后来在民间流传，大家就不敢在7月的时候下葬了，因为7月就是鬼月嘛。而网络资料说这样的一个故事的由来，记载在哪本书之中呢？在《黄少年士》这本书里面，而且里头还特别引了清朝堪舆师蒋大鸿的天元五歌来佐证自己的说法是真实的。它里面有2句话说：古来天子7月葬，世数逾月礼不旷。那说你看古来的天子都是7月下葬所以7月真的是吉月，所以后来才会被刘伯温说成是鬼月，就是为了要让朱元璋独占。那不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后来其实被人家驳斥了。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提到的这本书《黄少年士》，我查了一下，根本没有这本书的存在，无迹可考。就算真的有这本书好了，那也是个人的私家杂述，那我自己说了算我当然会随便编造一些对我有利的资料，对不对？所以这本书就算存在，也没有参考的价值。再来，里头提到说古来天子7月葬，我们来翻翻史料就可以发现说，这样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怎么说呢？来看到这个《礼记·王志》里面有特别提到2句话，他说天子7日而病，7月而葬，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天子驾崩之后7日之内要入殓，然后停棺7个月之后才下葬。那为什么要停棺停灵7个月？原因是因为要让各地诸侯跟官员来朝拜，因为古时候的交通不便嘛，所以你要让他们有机会来见皇帝最后一面啊。这就是为什么皇帝要停棺7个月后才下葬的原因。所以这个自古天子7月葬，不是在7月的时候下葬，而是要停放7个月之后才下葬。那如果就这样的一个资料看来，那前面引说古来天子7月葬这种说法，当然就不攻自破喽。所以7月是鬼月的说法，跟刘伯温无关，也跟朱元璋无关。那当然，大家一定会好奇，那7月是鬼月，这怎么来的啊？那其实7月是鬼月的说法，自古以来的历书通通都没提到，一直到清朝的历书也都没有记载哦。那你会问，那什么时候有史料记载？我翻了一下，最快也要到那个连横连雅堂的时候，在写《台湾通史》才略有提到类似的习俗。那它里面有提到2句话，他说上鬼之俗，张权为甚。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在咸丰元年8月的时候，张权械斗。那因为械斗的关系，有很多的人死在这场械斗之中。后来地方人士为了安抚两方，化解仇恨，才会说我们一起来办盛大超度法会好了，来祭拜这些冤死的亡魂。那后来这样的习俗就演变成惯例，每年都举办哦。那这是发生在闽南地区漳泉这个地方。那后来我们都知道说，漳泉这边有不少移民移到台湾过来这边定居，那他们也把家乡的习俗也带来这个地方，所以也变成有这种在7、8月份的时候举行盛大法会的习俗。那后来这样的一个习俗又结合了中原科仪的中原祭典的科仪，因为在中原科仪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仪式，就是说在农历7月1号的时候会开龛门。那开龛门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遗骨先民的遗骨放进去，然后等到7月30号的时候，再把这个龛门关上。不过，这个开关龛门的一个做法，后来被人穿凿附会为鬼门开关。所以这样的一个鬼门开关，再加上7月有举办盛大超度法会的习俗，两相一结合之下，就变成是中原普渡，那也就是农历7月是鬼月的由来了哈。所以在那个日治时代啊，它的有所谓的旧习惯调查、旧惯调查，在旧惯调查之中，他把全台的风俗习惯都调查了一遍，结果发现有把7月称鬼月的地方也不多，少数几个而已。这就代表了说，至少到日治时代，7月是鬼月的说法还不普遍，对不对？所以鬼月是7月，其实是近几十年来的产物。那它跟刘伯温没有关系，也不是刘伯温献祭而成。那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是也颠覆了大家从网络资料得来的错误解释哈？那因此以后看到7月是鬼月的话，记得跟刘伯温无关，也跟朱元璋独占7月无关哈。好，然后我们再回到刘伯温本身。那刘伯温后来告老还乡之后，
那在家乡病逝，那死的时候享寿65岁。那不过关于他的死因，后来却众说纷纭。那我调查了一下，大概有3种不同的说法。那第一种说他是病死，就因病而死，年老的当然会病死嘛。那第二种则是说是宰相胡惟庸下毒把他害死。第3种说法是说，确实是宰相胡惟庸下毒的，但是是朱元璋指使的。为什么会有这3种不同的说法呢？我们来看看《明史》中的记载好了哈。好，《明史》有提到说，刘伯温生病之后，胡惟庸带着御医来替他看病。看完病开了药之后，刘伯温吃了就感觉自己的肚子里面好像有拳头大的石头积在那边，没有多久就病逝了。那所以病死，那就是《明史》中的记载。不过这件事情还有后续，因为后来胡惟庸的心腹供出说，胡惟庸其实在去探望刘伯温的时候下毒把他害死了，所以最后一句话有说啦，说毒鸡致死云，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好，那照理来讲，那应该就是胡惟庸下毒的，对不对？好，很有意思的是，当这个心腹去检举他的时候，朱元璋看了没有查证，就直接把这个罪名安到胡惟庸身上，说胡惟庸害死了刘伯温。那我就要问啊，朱元璋为什么不去查证？是完全相信这个心腹所说的话是100%正确，还是他认为说胡惟庸反正罪该万死，不在乎多加这一条？还是更有可能的是，其实背后主使者就是他，也没什么好查的，反正是我下令的，对不对？所以100年来，这3种说法莫衷一是，大家众说纷纭，各有主张。那于是我们就来看看网络资料，因为近年来有一份网络资料说，真实害死刘伯温的人就是朱元璋。那怎么说呢？这份网络资料是说，韩国有一个诚信学者拿出一个密藏600年的家书，在这600年的家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胡惟庸跟朱元璋的对话。那对话内容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当时朱元璋派胡惟庸去见刘伯温，去探望他嘛。那这个时候，胡惟庸在临行之前特别去见朱元璋，那说了一段话说，陈义博是功勋之人，但居功自傲，此次大病恐怕不能长久。这个时候，朱元璋告诉他说：“哎呀，疾病磨人，勿苦之啊。”意思是说，那个疾病实在太磨人了，还是不要让他继续受苦好了。据说胡惟庸就是听出朱元璋的弦外之音，后来才会干脆下毒，让把这个刘伯温害死，让他不要再遭受痛苦哈。那这一段话就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说，真正背后主使者就是朱元璋嘛，对不对？好，可是我们要问呢，如果这封家书如此机密啊，为什么会到韩国那个地方，朝鲜这个韩国诚信学者的手中呢？网络资料倒是也有提到，他说其实胡惟庸有一个手下，得力手下叫做陈琳。那这个陈琳就是跟胡惟庸一起来制造毒药的人，害死刘伯温。那所以后来陈琳害死刘伯温之后，心中非常不安，也怕事后东窗事发之后，那造成自己被株连九族，所以他为了防范未然，先用重金贿赂朝鲜使者，请朝鲜使者把他的小儿子带去朝鲜避祸，为陈家留下一个血脉。后来还特别给一封家书，叫这个小儿子秘密收藏，以备不时之需。就是说，万一有谁想要威胁你的话，你就拿这份家书来反制。那后来胡惟庸造反嘛，那陈琳遭受牵连，果然被株连九族。
但是这个小儿子却因此躲过一劫，后来这封家书才会现世哈。好，那这个网络资料说的是言之凿凿啦，不过我们要问，真的是如此吗？我查了一下哈，这份家书完全没有任何影像资料公布出来，那因此这份家书到底是否存在，没有人知道，而且这个韩国诚信学者是谁？我查了一下，也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名字。也就是说，连这个人到底是否真的存在，那也都不得而知。既然找不到其人，又看不到这个家书，那这份网络资料之言是否属实，那就不攻自破了嘛。所以这份资料说刘伯温是朱元璋害死的，基本上就是凭空虚构啦。那但是刘伯温到底怎么死的呢？我个人是认为应该是病死无误。怎么说呢？胡惟庸在害死刘伯温之前，他其实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诬陷刘伯温。他诬陷刘伯温说，为自己的做的墓有亡者之气，有亡气。那有亡气就代表他可能心怀不轨嘛。所以胡惟庸后来把这件事情告诉朱元璋。那我们要问，如果胡惟庸摆明了就要害死、要毒死刘伯温的话，干嘛做这个诬陷的动作？直接害死就好啦。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看有没有可能是朱元璋害的呢？朱元璋指使的呢？那胡惟庸诬告刘伯温之后，你看哦，朱元璋怎么说？虽不坠机，但颇为所动，遂夺机录。意思是什么？意思说他虽然没有真的怪罪刘伯温，但是呢，也心中也被打动。你毕竟懂得这种风水之术，而且还被人家称为神机妙算，那是不是真的有一点本事呢？这样子好了，我没有真的认为是你做的，但是我把你的俸禄拿掉，意思是给你一个警告。万一你真的有做的话，可不就是如此而已咯。所以这个拿这个俸禄就是在警告你，就算你有这个本事，也不要被人家知道，也不要真的去做就对了。那如果朱元璋摆明了就要害死刘伯温的话，他干嘛多做一个这个警告的动作，对不对？事实上是刘伯温自从告老还乡之后，就再也没有做其他能够引起朱元璋忌惮的事情了。所以这样子说，朱元璋指使胡惟庸害死刘伯温，我个人是非常质疑啦。那有医生是说刘伯温应该死因是肝癌啊，怎么说呢？因为他说啊，那个刘伯温服药期间，他的那个症状的感受就跟肝癌症状发作的情况类似，而且刘伯温本身也比较算是说嫉恶如仇，所以当初朱元璋问刘伯温说是不是可以用胡惟庸的时候，刘伯温说不行，这个人不能用。结果朱元璋不听，还是用胡惟庸当宰相了。那据说刘伯温看了之后，愤愤不平地说：“希望我的话不要应验，那就是苍生之福啊！”因为他认为胡惟庸就是会作奸犯科，就对了。后来还因此忧愤急作，意思就是说忧愤导致生病就对了。所以由此看来，他的忧郁症状，或者是说他的这种病症，有一半就是他忧愤不已而来嘛，对不对？那当然会使得他的肝病加重啦。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明史里面有提到说，他的腹中就有全石累积。那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有医生也说跟肝硬化晚期症状相符。所以无论是刘伯温因为忧愤得到肝病，还是说他后来因为这个忧愤加重了肝病，都代表着说他的死应该跟这个病有莫大的关系。所以我个人更倾向说刘伯温是正常病死无误。那不知道大家是否也认同？那刘伯温死后，后来呢？他的墓到哪里去了呢？那这就是一个问题。民间传说说，刘伯温死的时候发了36口棺材
分往36处墓地。那各位一听到这个故事就知道，这就是我之前讲盗墓的时候，曹操36遗种故事的翻版嘛，对不对？好，所以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不得采信。但是刘伯温在中国大陆目前确实有10多个墓。那不过学者考证之后认为，绝大多数都是纪念墓，并不是真的墓。真正的墓应该还是在刘伯温的家乡，因为明史记载说，刘伯温死后确实就是葬在他的家乡青田县，而他的家乡青田县就是在浙江西陵村下山这个地方。好，那所以如果你现在去到那边，确实可以看到一个刘伯温墓那旁边有一个石碑还提到说名次开国太师刘文成公墓。那不过呢，这个墓呢，其实到底是不是刘伯温墓，其实也有人质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墓是后来刘伯温的第20代子孙在民国之后才建的。那其实也不是这个24子孙知道墓在哪里，他只是根据明史中的记载说在下山这个地方，所以他特地千里迢迢跑来这个地方看了之后，发现这个地方已经被人家辟为耕地了，所以这个刘伯温的24子孙还特别跟对方打官司，对簿公堂好几次才把这块地要回来。好，那因此这个耕地的底下墓是否还存在，不得而知。而在耕地的过程中，有没有毁坏到刘伯温的墓，甚至让他的遗骨因此暴露，也不得而知。甚至就算真的有墓，底下埋的真的是刘伯温吗？也没有人知道。所以你说这个地方是刘伯温的墓，其实也有人质疑，但目前没有办法去验证。要等到说地方政府有开挖计划，那真的挖到这个墓，还检测出有遗骨还不够还要跟刘伯温的子孙、嫡系子孙来加以做 DNA 验证，才能够确认这里头是不是有墓，而且墓里头的遗骨是不是刘伯温。那如果真的能够查到是刘伯温的话，才能够进一步确认说刘伯温的死因到底是被人家毒死，还是真的是病死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等到日后的考古研究才能够真相大白了好，然后在民间传说之中，还有特别提到说，刘伯温死后还让朱元璋死不瞑目为什么呢？人都死了，怎么会让朱元璋死不瞑目呢？这要讲到说，刘伯温生前把他行军打仗的兵法写成一本兵书，叫做《百战奇略》，也称为《百战奇法》。但是他后来没有传下来，在他临死之前把它烧掉了。为什么烧掉不传给他儿子？因为他跟他儿子说，你们的聪明才智不足，拥有这本兵书只会惹祸上身，还是不要好了但是朝廷一定会派人来要这本书，这样子好了，我另外写一本书叫做《玉离子》，那你就把我亲笔写的书信跟这本玉离子拿去交差就是了。所以后来朱元璋派胡惟庸来吊唁的时候呢，他的儿子果然就把这本玉离子跟书信交给胡惟庸拿去复命。那朱元璋拿不到这本百战奇法，他心中当然会产生疙瘩所以据说他还特别跟他的下一任继位者、继承人明惠帝朱允炆说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刘伯温这本百战奇法，不然我死不瞑目。好，那我们要问这个明惠帝朱允炆有没有找到呢？据说没找到。但是为什么后来这本书会现世呢？说来很有意思，因为明末闯王李自成攻陷北京城的时候呢，他在一堆杂物之中看到了一本《玉离子》这本书。那因为是刘伯温亲笔所写，他觉得很珍贵，就拿来翻阅。结果在翻阅的过程中，居然发现页内有页，
那所以他小心翼翼的把内页把它翻出来，结果发现就是这一本《百战齐法》。原来刘伯温早就把百战齐法拿给朱元璋，只是朱元璋不识货而已，不知道玉离子的真面目就是百战齐法。好，那这就是民间传言呐。好，那不过这样的说法是否属实呢？有学者进一步加以考证。那认为说这本现有流传百战齐法的内容，其实早在宋朝年间就已经有原型了。那这一本书的原型就是韬略释法。韬略释法里面有提到说，是南宋谢访德编辑，原作者已经不可考。那如果照此看的话，它的时间应该至少可以上推到北宋末年。那这个韬略释法后来在雍正年间的时候被改为百战齐略。题名是刘基所撰，那其实是亲人委托。那所以这本现在流传的《百战齐略》《百战齐法》已经不是当初刘伯温做的那一本了那我个人是这样子揣测啦，就是说刘伯温应该看过这本《百战齐法》。然后后来他加上自己打仗的心得，确实有弄成自己的百战齐法，由这个韬略释法而来。可是他后来也确实担心说，留下这本兵书会为子孙带来祸患，所以后来他真的就把它烧掉了。那当然有人会问他会不会只是偷藏起来？我认为不太可能。且不说他未卜先知神机妙算，就讲说他深知朱元璋性格，知道朱元璋绝对不会善罢甘休。那万一他真的藏起这本书，后来事后被朱元璋知道，那是不是代表他将会被株连九族，绝子绝孙？你说有没有道理？因此，我认为说这本刘伯温真的自己加上心得的《百战齐略》已经不存在了。不过也有人，可能是有人不知道从哪里知道说这个百战齐法的原型是韬略释法，才会做这样的一个更动那不知道各位是否也认同那所以没有所谓的朱元璋因此死不瞑目，那也没有所谓的这本书真的后来有现世，一切纯属子虚乌有啦，后人委托不知道今天讲了这么多有关刘伯温的形象跟故事，是否也颠覆了大家的认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合理质疑，颠覆历史。陈启鹏的颠覆历史，我们下次见哦。